好，同学，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个主题，递回数列。那这边递回数列呢，我们有几个东西要介绍哦，就是它的变形啊、循环啊，或呈现等差比状态的时候呢，这是我们想要介绍的一个类型。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呢，第一题呢是一个等差比类型的递回数列。看一下这个递回式呢，后项等于前项，你会发现这个不是1倍哦，前项的系数不是1倍。那后面这个常数呢也不是0哦，所以它并非等比，也并非等差，所以它是个等差比的一个递回关系式。那面对这种等差比的递回关系式呢，我们通常采取的策略就是把它平移变成等比。那这个平移平移的量是多少呢？那通常呢，我们就是让 x 这个 an 也好 ，an 减1也好，通通强迫它是 x 哦，所以变成 x 等于4x 减掉3去减这个 x 哦，这个方程式叫递回关系，这个叫做特征方程式。好，那在整理一下之后呢 ，x 呢等于1哦，得到的这个根呢叫做特征根。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想办法呢，把我们原本的 an 后项跟前项呢 an 减1呢，通通呢去平移，去减去这个特征根。那我们前项的系数呢4呢保持不变哦。那同学可以去检验一下这个方程式跟我们原本的递回式呢是否一致哦。你可以从比较系数可以发现，它们确实是一样的。那你就会发现呢，我们这个平移1之后得到的这个新的数列呢，它就是一个等比数列啦哦。好，那既然是等比数列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从这个等比数列的一般项把 an 把它找出来。所以呢，我们 an 减1当做这个数列的末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首项 a1 减1再去乘上公比4的 n 减1次方。然后这个首项是多少？这个首项呢是2。那我们就可以一项把它得到an 是1再乘上4的 n 减1次方再加1哦。好，同学，这个呢对 n 大于等于1呢，通通都会成立哦。这就是我的一般项。同学，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好，比如说呢 n 等于1的时候，那这个呢 a1 照我们的一般项去代嘛，就是等于4的0次方再加1嘛，等于2。好，那这个是正确的，因为首项就是2。然后呢 n 等于2的时候呢，我们的 a2 呢就是4的1次方再加1等于5。好，你看一下有没有满足这个递回关系式这个2带进去所以呢这个 a2 呢的确是这个4再乘上2再减掉3是等于5。然后这个是正确的。好，再带一项试看看 a 等于3的时候 a3 呢是不是4的平方加1等于17呢？我们再从递回关系式再看一次然后这 a3 呢是4乘上5可以减掉3真的是17没有错。所以呢我们这个算出来这一般项的确是正确的4的 n 减1次方再加1。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二题我们递回数列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形的形式出现。那第一个呢，常见的变形就是根号。来看一下，好，这一题呢，它的这个首项是1，然后呢，我的递回关系是这样。好，那它一开始就说各项均是正数你看到这个条件，你就会发现呢，它都是可以允许在根号里面的每一项呢都是正数，所以呢，你全部都取根号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当然，你看一下这个递回关系是非常特别an 是等于1再加上2倍的。好，我的前项挂了根号，然后再加上 an 减1，对不对？好，这时候呢，你如果想到呢，我们因为 an 都是正数所以呢 an 呢，把它看成是根号 an 的平方，然后呢等于后面它就是一个完全平方式2乘上根号 an 减1，那这个 an 减1也把它看成是根号 an 减1的平方，它就是完全平方式，它就是呢根号 an 减1再加1的平方。好，这时候你可以大胆的去平方，因为它不可能是负的那个 an 就是等于根号 an 减1再加上1。好，同学，这时候你就很惊讶的发现，哇，原来呢我们的根号 an 这个数列呢，它是一个等差数列它是个等差数列，而且呢公差是1。那我们的一般项呢可以顺便把它写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们的根号 an， 然后就是首项首项的话是这个根号 a1 也是等于1啦，首项再加上 n 减一个 d d 也是1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就是 n这是 n， 所以呢我的 an 的一般项呢其实是 n 平方是 n 平方 OK。 好，那你看最后要求什么？最后呢我们要求这些呢去比值这些比值哪一个是最大的，对不对？好，同学你可以看一下这5个选项呢全部都是这个前项去比上后项所以呢我们也来把这个前项呢去比上后项试看看这个
n 加一哦，试试看看哦，从第一项开始。好，那是 n 的平方去除以 n 加一的平方。OK， 好，那同学这个呢就是分母比分子多一，对吧？再平方。但这时候呢，你的这个 n 越大哦，它就会越接近一哦，它数字就越大，数字就越大。所以这边我要取的呢就是第5个哦，第5个。所以呢，答案呢就是第5个啊。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第3题哦。刚刚我们有介绍呢，这个递回数列的变形有可能变在根号里面。那这一题呢是要用导数的方式呢，才可以看出它的变形哦。像比如说呢，它这个递回关系式呢，后项是这样，前项是这样。那我这前项呢，这个分母呢又占了2项，所以你把它导数过来才有办法把它拆成2项。所以我们采取的第一个策略呢，就是先把这个递回式呢，把它导数变成 an 加1分之1等于an 分之3 an 减1，我们这样才可以把它拆成2项。那拆成2项之后就变成3去减掉 an 分之1，对不对？好，那你会发现呢，这是一个什么？哦，你发现这2个都导数没有错，后项跟前项，但是呢，这边哦乘上的这个系数是-1哦，这边有3，所以是一个等差比的数列。所以我想办法把我的特征方程式跟特征根把它找出来。你可以定 x 等于3减 x 哦，所以你发现我的特征根呢，这个 x 呢就是等于2分之3，代表说我们把这个 an 加1分之1把它平移哦。平移2分之3，那就会等于负的 an 分之1，再去减掉2分之3。好，这时候你大家就会发现呢，我们的这个 an 加1分之1去减掉2分之3，然后这是一个等比数列，对不对？那公比呢是-1。好，我们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整理。那再来呢，我们再根据等比数列的末项的公式，好，这个an 分之1减掉2分之3视为这个第 n 项，那就是首项 a1 分之1减掉2分之3，再乘上-1的 n 减1次方。那前面这一块是1分之11分之1去减掉2分之3，所以是负的2分之1负的2分之1。好，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啊，把这个负2分之3移项过去，an 分之1就是等于2分之3。再去减掉2分之1乘上-1的 n 减1次方。好，那为了比较好看一点，我们把负号跟前面合并，就是-1的 n 次方。OK， 好，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是要把这个 an 呢，再把它导数还原哦。所以 an 呢就是变成3再加上-1的 n 次方分之2哦。最终的答案呢就是这样。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主题2的第4题。他说数列 an 呢满足呢它的首项是2，而且呢后项 an 加1等于这个1减掉前项分之1哦，然后求第2007项等于多少？那同学这一类的题目呢有2个线索藏在里面。第一个呢，当你发现呢我们的前项是在分母的时候呢，它往往呢会出现你呈现几项，它就会开始重复循环的形态哦，这个是你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们就是多带几项，看可不可以发现呢我们的项的数字会重复出现。再来呢，它求这个2007是一个相当大的项哦，所以要么你可以找出一般项，要么呢你从这个循环的规律看一下，我是几个数一次循环就除以几，看一下余数去对照就可以了啊。好，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首项 a1 是2嘛，那第二项呢这个是1减2分之1等于-1，那第三项呢是这个1减-1分之1等于2分之1。好，第四项呢就是1减2分之1分之1。好，同学，答案等于2。那你会发现呢，我们隔了3项从第4项开始，它就开始重复出现了哦。有没有这个第一项刚好等于第4项？所以呢，你再回去带这个递回数列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同样的这个历史呢就会不断的重演。所以呢，这边呢就是 A2 会等于 A5， 那 A3 呢就是等于 A8， 以此类推哦，以此类推哦 ，A3 是等于 A6。以此类推。好，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的2007，它到底除以3余几，我们就可以得到对应的数字。那2007呢，你去除以3。36、18、36、18、39、27，刚好可以整除，所以你发现呢，2007这一项数字呢，就跟呢 A3 啊、A6 啊，这些都是可以被3整除的项数是一样的。好，所以呢，答案就是2分之1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5题。他说呢，数列 an 呢满足呢后项等于前项再加上 f of n 减1。那其中呢，这 f of x 呢是一个2次函数，所以呢，你这边就算 n 减1带进去那它 degree 也是2这个没有问题。好，那它给你
1、2、3、4项的值叫你问叫你求这第6项等于多少？好，同学，基本上我们从前4项这个 AN 这个数列前4项，我们就可以把 F 找出来了。不信我们试看看好了好，首先呢，第一个，好。从 n 等于1开始带的时候呢 ，a2 是5嘛，对，5就是等于9，再加上 f of 0，所以呢，这边可以得到呢 f of 0是等于-4。那同理呢 ，n 用2带进去的时候呢，是这个第a3等于 a2，再加上 f of 1，对不对？所以呢 f of 1。等于-3，好，再来呢 n 等于3的时候，那得到呢 a4 等于7嘛，7就是等于2，再加上 f of 2，好，那这边呢可以得到 f of 2呢是等于多少？等于5。好，那光靠这3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f of x 这个2次多项式呢，它的唯一的解呢把它找出来你可以用牛顿差值多项式来看一下 f of x， 好。那这边呢，假設呢是一个小 a 乘上 x 乘上 x 减1，再加上小 b 乘上 x那因为 f of 0等于-4，所以这边配-4。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带一下剩下这2个条件f of 1。算出来是这个 b 减4等于-3，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可以得到呢 b 呢是等于1。好，这个 b 是等于1。好，那再来 a 呢，我们就带2了f of 2。f of 2带进去呢是 2a 再加上2减4等于5，所以呢 a 呢是等于多少？ a 是等于7/2。好，这个 a 呢就是7/2。好，那我们 f of x 总算是算出来了，接着我们就顺着算就可以把因为题目要推 a6，我们就把它推过去了n 带4的时候呢 a5 就是等于 a4 a4 是7，再加上 f of 3，对不对？那 f of 3是等于多少呢 ？f of 3，好，这边呢我们带进去呢，3乘2是这个6，然后这是21，再加上3，再去减4算出来是多少？28、31，所以呢是27，算出来是27。OK， 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 n 带5的时候A6 的话呢，就是 A5 27把它写出来再加上 f of 4，好，那这个就是27，f of 4等于多少呢？4、32、42，加上42，再加上4呢，再减4所以算出来就是69这个答案的。If you like my video,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